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6日下午的17点10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啊，道指在昨天晚间出现了一个1.4%的下跌，这个下跌的原因呢原因是周五晚间9点30分的时候，美国公布了一个非农数据啊，这个非农数据高于预期，结果就会导致它的加息预期提升啊，最终可能会发生加息75个基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股开盘之后在周一开盘之后直接下跌1.4%。那么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对于美股来说，它完成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呢，到达筹码密集区，并且出现了2个多余的阳线。那么这2个多出来的阳线呢，位于这个从去年5月份至今的一个筹码密集区当中，所以呢，后面的行情我们对行情判断是有走出一个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这种预期呢是基于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之后给出来的。所以呢，在昨天阴线出现之后，行情可能会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呢，这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时间级别升级到周线级别，最终导致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从而让美股重新回到它的原有的下跌通道当中并且这个下跌通道回归之后可能会引发行情当中对称于2020年2月份的这个急速的下跌从而引发美股快速下行，形成崩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必然会影响到比特币多头方向的发育，从而重新回到熊市的进程当中。那么我们回到比特币回到比特币的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线上目前已经出现了2个非常明显的标志性的阴线首先是昨天晚上8点钟再一个是昨天晚上24点钟这2个阴线是标志性的阴线，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第一个标志性阴线叫悟空阴线，第二个标志性阴线叫八戒阴线。那么后面的震荡呢，管它叫做八戒阴线遇到的妖怪八戒阴线在杀妖除魔斩妖除怪之后，会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现在目前4根的反弹阳线都是对我们下跌观点的一个干扰所以呢管它这个里面叫做妖怪 K 线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行情下跌方向的判断这是基于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八戒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后面的这些都是妖怪 K 线，干扰性的 K 线所以呢，基于这一点，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的目标位是在16500美金附近。那么这个位置，当前行情为什么会出现反弹呢？我们同样有理论依据就是在小时线级别上你看小时线级别下跌西游打到1690均线绿色线这里是1690均线，我们现在观察的是小时线打到1690均线之后这个位置构成支撑，所以呢它出现了一个缓慢的反弹过程所以呢今天白天出现的反弹，你也不要对于空头来说你不要惊慌因为在小时线这里面出现一定的支撑支撑位发生小幅的反弹是正常的。那么4小时级别上它已经走出了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所以呢未来有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在这个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呢，很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的下跌，最终呢重新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16000点附近。那么如果在日线级别上到达这个位置上将会发生什么呢？将会出现4次等位置波谷。这在我们前面行情当中提到过4次等位置波谷就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法则，最终呢容易出现一个新低。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之后，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前面这根阴线日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已经走出来了，八戒阴线走出来了，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妖怪 K 线，对我们下跌趋势起到了干扰作用所以呢在震荡完成之后，重新到达16000点之后，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就容易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这是针对前面行情当中11月9日这些下跌来说的。
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然后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最终呢完成本轮的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啊。那么我们在这种行情当中啊，会经常看到这种4次等位置波谷的现象发生。我们在$69,000啊，也就是比特币21年高点前后啊，出现了4次等位置的位于31000点的这个4次等位置的波谷，然后行情出现了快速下跌，跌到17605点之后啊，它的低点出现之后，同样的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然后再次发生下跌，打到低点15500附近之后啊，也就是本轮行情在11月9号的这个低点之后啊，同样也可能出现这个日线级别4次等位置波谷，然后继续下行。那么前面行情当中我们提到了一个小时线级别4次等位置波谷它已经出现了就是这个位置看图已经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但是没有发生继续的下跌之前我们认为是在这个日线级别上出现2根大阴线之后，2根大阴线分别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很快就可能会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然后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缩小了2个最终我们用小日线级别去分析，但是4次等位置波谷确实是发生出来了发生出来之后呢，我们没有看到新低证明这次我们对行情的观察时间级别是错误的市场让我们认识到错误之后，我们就要提升一个时间级别。所以呢，这里我们把这个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那日线的观察角度呢，我们要合并前2个波谷，因为前2个波谷非常接近，并且第一个波谷呢，它是一个快速上拉之后形成的一个比较尖锐的位置，所以呢，我把第一波谷和第二波谷合并之后，观察到目前市场上出现了3次等位置的位于$16,000的波谷。那么在后面行情当中紧接着这个3次波谷出现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这个位置上这里用4小时级别比较容易看出来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了上行动作并且上行的时间级别超过了4小时级别，有可能出现日线级别，但是日线级别它最终没有达到没有达到之后，在4小时级别出现一个标志性阴线之后，判断行情有可能重新回踩下来并且我们看到这个焦点的这个位置位于12月8日早8点的这个位置呢，它属于一个黑洞既然是黑洞呢，它就有吸引力作用，容易把价格吸下来，所以呢，目前判断行情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趋势当中容易形成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并且成长成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最终形成4次日线级别的等位置波谷出现不断的下跌。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之前给出了一个位置就是在$17,500附近这个位置呢是4小时级别的一个169均线附近的一个位置。那么上方在行情当中上方的一个重要的压力位是在$18,500附近这是由这个9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如果能够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会到达这个位置；那不形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我们就要在$17,500附近开始埋伏空单毕竟呢，这一轮行情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为什么还说下跌呢？因为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悟空阴线已经在11月初出现了，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围绕悟空阴线展开，所以呢是周线级别的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判断。同时呢，除了周线级别上，我们看日线级别的169均线和140均线处在一个下跌趋势当中。虽然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可能是离近了看可能是水平，但是它是一个确确实实的下跌趋势。我们把时间轴往前拉每次它都会展现出经常会展现出这种水平的，但是趋势呢它是下跌的，大的趋势是下跌的。所以呢，根据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来看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同时昨天大概是在中午昨天12点之前
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但是我们观察外围市场啊，它的上涨呢，主要是因为 USDT 在场外不断下跌产生的就是人民币逐渐在贬值USDT 人民币逐渐在升值USDT 在贬值的情况下发生了比特币对 USDT 的一个上涨，所以呢，它的上涨是不真实的呀，它的上涨是魔幻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坚定你的空头，并且在坚定趋势的情况下呢合理的把握进场的位置在行情当中只有这几点，趋势是下行趋势，找到合理进场空单的位置，同时分布式建仓控制仓位的这个情况下呢，你要设置止损最终呢你可能获得我们给出的到达目标点位10500目标位的一个巨大的趋势上的获利。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处在一个下行趋势当中，它的下行趋势原因是由10月份波谷连线连接过来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并且在12月3日这一天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紧接着日线级别就有可能出现一个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可能会出现，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9月份就给出了一个悟空阴线，那么现在所有的 K 线呢都是对悟空阴线的一个干扰动作叫妖怪 K 线，那么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出现八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可能发生的是平行于6月份的这个下跌，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相对于比特币它是有可能出现快速下跌的它是一个弱势的情况。那么回到 USDT 以太坊对 USDT这个结构上来，我们看在日线级别上形成箱体结构之后发生突破，依次突破了169均线144均线、169均线上方$1700，这个位置是由4877点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然后行情急转直下过来之后，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和八剑阴线。八剑阴线走出来之后，行情开始震荡所有的震荡都是在收敛三角形这个区间展开的。我们看到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此位置发生震荡之后出现了一个突破动作完成之后，我认为行情还要重新回到收敛区间，因为上方我们看到$1400是一个日线级别压力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行情很容易因为焦点位的吸引力作用回到下跌趋势上来。日线级别是这样的走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通过合并 K 线，我们看到早在8月份就走出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阴线后面的是八剑阴线。那么当前正处在沙僧阴线势力范围，沙僧阴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周线级别上后面的行情当中可能会走唐僧阴线，最终跌破$1100，完成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同时呢我们认为这一轮行情它的下跌的主要推动力源自于4到6月份的这波下跌。我们要知道盐是从哪儿咸的，糖是从哪儿甜的平行式下跌在行情当中非常多的出现4到6月份的这轮下跌呢，可以追溯到去年11月份最开始的这轮下跌所以呢我们看到行情当中很容易出现这种平行式的结构。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最终呢可能会出现第3轮的周线级别下跌，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60也就是说经过周线级别沙僧阴线的考验之后对空头方向的考验之后，行情很容易出现接力式的下跌、平行式的下跌平行于前面的行情这种下跌过程最终呢这个以太坊的价格会跌幅超过到达95%左右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60。那么这轮行情多头主要引发的是 LTC 和道指币的上涨对于主流币来说这两个是龙头币种，所以呢我们看一下 LTC 的涨速和涨幅以及未来它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走势首先我们看的是 LTC
日线级别上，我们观察到啊，形成了一波日线级别的上涨细优。日线级别上涨细优之后，我们目前观察到的是一个左右两边互相接近的一个双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目前这个位置上，85美金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日线级别我们看完之后，看4小时级别，4小时级别上啊，在之前面的高点这个位置上啊，这个高点84.9这个位置上啊，前面高点是84.9啊，现在最高点是85啊，84.9的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动作，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突破，所以呢，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应该把昨天中午12点的这根阳线啊，叫做悟空阳线。那么悟空阳线，我们对于多头来说，进场之后啊，比如说在这个位置上进场之后，我们就有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细优的一个预期。但在这种预期情况下呢，我们认为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的一个开盘价啊，也就是77.81美金这个位置上啊，是一个多头止损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如果你进场 LTC 的多头啊追多了的话，你应该在这个77美金附近啊设置一个止损位。如果悟空阳线被杀死了啊，也就是说跌破了开盘价之后，应该立即止损出局。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个位置上是有焦点的，焦点位代表了黑洞效应啊，所以呢，价格很容易穿过这个焦点啊，到达下一个支撑位啊，再一个支撑位呢是4小时级别啊，144均线和169均线啊，这个支撑位。那么你作为多头补仓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在68美金啊，你现在这个价格止损的位置是在77美金附近啊。如果止损之后啊，再次进场，你应该在68美金啊进行进场动作啊，因为它这个4小时级别上涨的这个趋势线啊，均线依然在上涨，你是可以做多头的，但是要注意你本金的风险啊。毕竟呢，现在对于比特币来说，对于以太坊来说，仍然处在一个下跌趋势。虽然 LTC 道指币啊，它有上涨的动作，有上涨的动力，但是你每一个仓位都尽量要设置止损，这样呢，你才能会在这个现货行情当中得到一定的利润啊。那么在 BNX 这里面，我们观察到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优啊，因为它有10万枚啊，要在10号左右啊增发出来，所以呢，这个利空的消息来了之后啊 ，BNX 它是2100万枚的这个币种啊，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下跌之后，我们观察到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完成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细优。日线级别下跌细优之后，开始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个盘整动作，但是它的下跌趋势呢没有完全结束，所以呢，在后面的行情当中，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啊，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因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量能我们看到啊，只有1.13兆枚啊，它的量能走的是非常弱啊，它不是一个放量的下跌啊，量和价没有同时跌下来，它只是一个成交量平的一个下跌，所以呢，在未来行情当中很有可能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细优。因此呢，我在前2天已经开始做空它，并且是一个低倍杠杆啊，因为目前它的波动非常大，所以呢，采用低倍杠杆做空它啊。那么未来它是有可能出现一个现货的机会的啊。这种币种呢，非常类似于我们之前提到的 FTX 交易所的平台币 FTT 和这个 Luna C 啊，就是 Luna 代币爆崩之后啊，然后有一个反弹的机会。这种币种呢，都可以称作是浪子回头币啊，包括现在的 FTT 也是在价值区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 FTT 总量和这个 BNB 总量是差不多的，但是目前已经跌了98%，残值只剩1.3、1.4啊，1.3美元、1.4美元。所以呢，对于当前的 BNX， 同样这种机会又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啊。如果未来它走出一个什么呢？走出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细优，势必会让它的价格暴跌90%以上
我认为90%以上跌到$15以下才是它比较好的一个建仓时间建仓的价格点。所以呢，耐心做空，并且对于现货来说，耐心等待它的一个合理价格是应该在 BNX 上这个略微山寨的一个币种上应该去做的目前还是看空因为价格这么低了，但是它量能非常不足仅有100多万成交量所以呢100多万枚的成交量所以呢，我认为还是顺势做空，周线等待它这个周线级别下跌以后最终可能到达17美以后的这个获利然后呢，10号它增发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只是做空它的机会因为它的趋势已经走坏你看之前涨到230，然后一路下跌中间也是有一定的反弹，然后耐心等待它跌透了跌到90%以上之后然后才可以布局它的现货你两头都要做，但是你要把握一定的趋势你比如说你是玩现货的，那你就耐心等待它跌95%以上那如果你是玩合约的目前你要顺应它的趋势，低倍杠杆分仓去做它这个和比特币是类似的，但是它的一个节奏是要快于比特币，快于以太坊很多倍的，所以呢进场之后低倍并且设置止损是你做 BNX 行情应该把握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主页右上角淘宝链接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感谢大家，再见。